iPhone 16发表了，这次竟然推出这个颜色，而且还多了一个按钮，是干什么用的 ？Pro 系列才有了 4K 120Hz 慢动作，你会用到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第一手帮大家整理一下 iPhone 16的重点整理，还有差异比较。你该买哪一只 iPhone？千万不要买错了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现在讲一下 iPhone 10的 Pro 系列。那这次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相机新功能。像是新的120Hz 慢动作，对有在拍影片的人来说非常实用，或者是新增了更细致的摄影风格档，可以调整肤色啊，或是调色。像女生最在意的这个冷白皮呢，肤色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来调整。但是 Pro 系列的重点呢，到底来说就是它的散热到底有没有改善呢？那这一次的发表会呢，他们是说有，就是会给你新的散热系统，还有晶片的耗能降低。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实测的部分，因为毕竟所有的功能，像是这些新的摄影功能呢，都是建立在良好的散热系统之上。不能散热，你是要拍什么影片？那这次呢 ，iPhone 16全系列它的外观都延续12到15的设计哦。那 Pro 系列它的边框是采用这个微喷砂的钛合金，就是比较哑光的色泽。那按照这个惯例呢，总是要推出新颜色嘛。这一次呢，还真的推出了这个沙漠金哦。那实际的颜色呢，比预期中的还要淡非常多，就它其实是一个偏橘的淡金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固定班底嘛，像黑色、白色还有钛色。那这次这个钛色呢，其实也是偏淡，我觉得比较像是星光色的感觉。不知道大家这次会想要买哪一个颜色呢？那再来呢，就是 Pro 系列它的萤幕尺寸变大，然后边框缩小哦。16 Pro 的萤幕从6.1寸加到6.3寸，然后 Pro Max 从6.7寸加到6.9寸。那整体的边框是变窄的，那它会稍微长一点点，还有宽一点点，厚度的部分是不变的。那大家非常关心重量的部分呢，就是小小增加分别6克跟12克。那在外形的部分呢，这次全系列还加入了一个新的相机控制按钮。那这个按钮非常特别，就是它同时支援了滑动控制啊，还有触控控制。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多功能按钮，它在每一个 App 里面都是不同的功能。那举个例子呢，就是在相机里面，你可以用它来调整焦距，就是你滑动就可以调整。然后你在按的时候，它可以有2段式的快门。那平常它也可以当成快速搜寻的按钮，就例如说你看到一个包包啊，或是一件衣服，你只要按那个按钮，它就可以帮你搜寻。所以它基本上很像是现在三星或是 Pixel 上面有的那个 Google 搜寻圈的功能，然后加上一些拍照的功能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按钮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它要怎么用的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一定会推出教学影片，大家敬请期待。那再来呢，在相机的部分，这次2台 Pro 它们的相机模组都是一样的。那主镜头呢是维持4800万像素。那从它的主镜头这个配置来看，是不确定说它跟上一代是不是同一颗主镜头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超广角镜头这一次从1200万升级到4800万像素。那它是有支援自动对焦的。那想拍照呢，就会有更多细节，非常适合拍风景啊，或是微距之类的。那在长焦镜头的部分呢，这一次 Pro 就跟 Pro Max 一样，都是支援5倍的光学变焦。因为我们知道上一代有点可惜，就是 Pro 是只有支援3倍，然后 Pro Max 自己5倍这样子。那我们刚才讲到 Pro 系列这次很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拍摄 4K 120Frame 的慢动作，就是平常想要拍片花啊，或是营造电影感的时候都非常好用。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是你在回放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去调整速率哦，就是可以用正常速度播放之外，它还可以调整非常多的倍率。就是以我一个影片创作者来说，真的非常实用。然后在相机的部分呢，这次也新增了很多专业的功能，像是它新增了很多的取景格线，那对专业摄影师来说呢，又多了一个选择。还有这个全新的摄影风格功能呢，它有点像是滤镜，但是更细腻的版本，它可以针对不同的肤色去做优化。例如说，你觉得 iPhone 拍起来很黄，那你就可以把它调得稍微冷一点。那我觉得它很特别，就是它有一个新的界面，让你去调不同的颜色。那这个色谱呢，可以让你调冷暖啊、明暗之类的。而且最棒的就是这个调整，它是拍照前、拍照后都可以用，所以就是真的蛮期待的。我觉得应该会是女生拍照的福音。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要抢购 iPhone 16了呢？今天就先跟我一起把手机壳准备好，一起迎接 iPhone 16的到来吧。在我手上的是美国军规防摔壳领导品牌 UAG 的磁吸支架手机壳，不止保护手机，还内建支架，真的超级方便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平常边追剧还要边充电，又要防摔还要美观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全透支架系列啊！它不仅保持了之前 UAG 的高防护性，还加入了这个铝合金支架的设计哦。这样呢，你不只可以看到 iPhone 美美的颜色，还可以享受这个支架的便利性，还有它本身的保护性。它的多角度调整功能，不论是直的放还是横的放，吃饭追剧或者在办公室开会都非常方便。那它有黑圈还有钛灰圈2种颜色任你选择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经典款支架壳，它保留 UAG 的经典设计，但是同样加入了铝合金的支架。那以上这2款都有通过美国军规防摔认证，把你 iPhone 保护的好好的，不怕手滑。另外呢，还有它的镜头框还有萤幕框都有加高设计，不怕你的镜头或是萤幕磨到。
再来呢，介绍一下顶级特仕系列。这个系列呢是 UAG 他们家最顶最奢华的款式。那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新色军用蓝，非常的好看。另外呢，顶级款今年也推出这个钛金色还有红色2款新色，尤其这个钛金色它的色泽真的是质感爆棚。如果你买手机壳有在追求一个极致的防护，然后高颜值的话呢，以上这2款壳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一次 iPhone 16数字系列的镜头不是有改款吗？所以 UAG 他们也特地设计了这个全新的镜头框，然后一样呢，全系列都是搭配这个6角形的 MagSafe 磁吸圈，一看就知道这是 UAG 的手机壳。不管是无线充电还是搭配配件使用都非常方便。全系列也都通过美国军规防摔认证，防摔能力有保障。另外呢 ，UAG 也推出了很多 MagSafe 配件可以搭配使用，例如说这个磁吸多角度支架，它的金属质感非常好，然后玩法非常多，就是你可以让手机悬浮在空中，不管是直的或横的，各种角度都 OK。最近他们还推出了这个 MagSafe 支架卡片钱包，它里面可以装3张卡片，然后也可以当支架使用。除了钱包之外呢 ，UAG 有推出挂绳，还有磁吸充电支架，也非常好用哦。如果你也对 UAG 的 iPhone 16系列手机壳或 MagSafe 配件有兴趣的话，购买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还有留言区，赶快去看看吧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在麦克风的部分，16 Pro 系列也有更新哦，就是它会搭载录音室等级的麦克风，它可以针对人声加强或者是背景音分离，然后也可以做到音乐里面人声去背之类的。然后连带在语音备忘录里面，现在也新增非常多专业的编辑项目，例如说叠2个音轨啊，如果你是音乐制作人什么，你就可以现场开始写歌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Pro 系列其实针对媒体啊，或者是音乐创作之类的，是新增蛮多功能的。那再提到性能跟电池续航力的部分，这一次采用了全新的 A18 Pro 晶片。那它里面呢，就是包含耗电量会降低20%，然后有新的媒体处理啊，或者是新的编码器。那在效能啊，还有续航力的部分都会进步。然后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一次有改善他们的散热设计，就是说它的背板有散热框导热啊，或者它晶片效能有改善这样子。那就非常期待到时候我们开箱啊，可以录影啊，然后4K 120 frame 给它测下去看看。那再来呢，就一定要提到他们非常强调的 AI 功能了。这次发表会 AI 的出场率真的太高了。那其实这次发表会里面讲到的 AI 功能，之前在6月 WWDC 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，主要就是一些写作啊，然后图像生成，然后 Siri。但是现在非常尴尬的就是这些功能其实都还没有 ready， 最快还要等到下个月，就是手机都已经推出1个月之后呢，才会有英文版第1版上线，所以中文还要等到明年。所以搞不好大家真的用到它的完整版的时候，下一支手机都已经要推出了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如果大家对 AI 有所期待的话，建议还是观望看看好了。就我个人目前使用测试版到现在呢，其实也是觉得它的功能是偏基本啦。再来呢，还有就是这一次16全系列他们的 MagSafe 都是有更新的，那无线充电最高可以支援到25瓦的充电，所以呢也有可能代表他们的有线充电的瓦数也会更高。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值得测试，就是例如说它的充电速度啊，或者它会不会发热之类的。然后再来讲到16 Pro 系列他们的储存空间还有价格呢，基本上是没有变的，就是 Pro 的话是128GB 到1TB 的选项。那 Pro Max 的部分呢，则是最低是256GB 起跳，然后最高到1TB。那在售价的部分呢 ，Pro 的起价是36900元台币，然后 Pro Max 是44900。那这次价格呢，就是都跟上一代一样啊。那 Pro 系列这样整体看下来呢，其实是我觉得蛮值得更新的，就我个人是一定会买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次有很多很好玩，然后可以测试的地方，例如说它新的相机啊，或是新的按钮之类的，到时候呢就实测给大家看咯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来讲到16的数字系列，那这次呢就是有全新的外观设计，还有新的颜色。那新的颜色部分呢，这次总共有5个颜色，分别是蓝色、绿色、亮粉红，然后基本的黑白。那其中呢，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蓝色非常好看，它是有一点带紫色的蓝色，就是蛮知性优雅的感觉。那背面呢，一样是磨砂玻璃，感觉会蛮有质感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新的相机镜头排列，我觉得它变成垂直状的这种排列方式。然后呢，还有新的2个按钮，就是分别是相机控制按钮还有动作按键。那这个相机控制按键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方位按钮，就是可以滑动啊，然后触控啊，然后控制相机，然后搜寻之类的。那动作按键呢，其实就是上一代15 Pro 系列用来取代静音键的那个按钮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变成你可以自定里面的功能，然后蛮酷的，就是现在你还可以设定说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功能这样子。那在重量跟尺寸的部分，基本上都跟上一代一样。那相机的部分呢，也是跟上一代差不多的，主要就是在超广角的部分呢，现在可以对焦，然后低光的表现更好，还有它可以拍摄微距。还有就是新增的空间影像的拍摄，像是这种3D 的照片啊或影片，那其实现在都是只能在 Apple Vision Pro 上面播放，所以就不知道说对于一般的用户吸引力大不大啦。那在晶片跟电池的部分，这次数字系列采用了 A18 晶片，当然它的效能还有散热都会升级。那蛮值得注意就是这一次它有针对游戏的光线追踪还有效能去优化。那在储存容量跟价格的部分呢，都跟上一代一样，就是128、256跟5123个选项。
那售价部分呢，16是29,900元起，然后16 Plus 的话是32,900元起。那接下来呢，大家应该都等不及要订购 iPhone 16了吧？那我们就来说几个在选购 iPhone 16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重点。首先，第一个一定要考虑到相机的性能，毕竟这次 Pro 系列其实它的相机新增了非常多的功能，尤其如果你有在录影的话。或者是你打算即将要拍影片啊什么之类的，或者你平常需要拍照啊或录音之类的，感觉 Pro 系列蛮适合的。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，同时带了 Pro Max 还有 Plus 去拍照，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大的差异，就是 Pro Max 拍出来会更细腻。所以如果你蛮在乎拍照的话，就是尽量选 Pro。那再来第二点呢，就是尺寸跟重量要慎选。当然16跟16 Plus 会更轻，然后 Pro 跟 Pro Max 更重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手很小啊，然后又不想牺牲功能的话，就是可以选 Pro。但是同时你又要考虑续航的问题，所以建议大家观望一下这个开箱有没有一些续航的事故。那在尺寸的部分呢，我个人其实 Pro Max 拿久了也不会觉得不方便或不舒服，毕竟就是它的大萤幕还是比较爽。那说到电池续航呢，其实这次发表会都有蛮着重在他们有重新设计散热这个部分，因为毕竟上一代其实我自己也是深受其扰，但我觉得这一代蛮考验他们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推出 4K 120F 慢动作这种巨耗电然后巨发热的功能了，所以散热一定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吧。所以比较有争议的，我觉得会是 Pro 系列。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今天相机够用就好的话，然后追求长续航的话，那当然就是选 Plus。然后呢，也要再次强调，萤幕显示的部分是只有 Pro 系列才有120Hz 的这个 ProMotion。动态调整更新率，那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平常会在看影片啊，或者是玩游戏的人。那16跟16 Plus 的话，则是我觉得会一直都停在60Hz 啦。那关于这一点呢，大家就是可以去门市玩玩看，看你觉得这个刷新率什么的，你自己会不会有点敏感？但这就是看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那在性能的部分呢，这次有 A18跟 A18 Pro 两个晶片嘛，那当然他们是说这一次有针对耗能的部分去做优化，但是像是打游戏啊什么的发热之类的，我现在就是还不敢说。不过呢，这次16数字系列它的 A18 晶片是有针对游戏优化的，所以如果你有预算考量，然后平常又会打游戏的话呢，这次就可以冲这个数字系列哦。那最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储存空间的选择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呢，就是我去年的 Pro Max 是买256GB，那我用到现在呢，其实还剩一点点空间，所以如果你平常使用可能就是偶尔拍拍照啊，偶尔录个影的话呢，可能128或者是256就蛮够的了。但如果你这只手机要用很久的话，可能大概1-2年还是要清一次里面的照片。所以大家不知道看完之后这次会不会更新 iPhone 16，或者是你又要选哪一只机型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也快速带到其他新品的重点。首先呢是 AirPods 4，那这次呢 AirPods 4它其实外观看起来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它的耳型是有改变的哦，虽然看不太出来。因为其实在 AirPods 3的时候，其实听到蛮多人他们的耳型是不适应的，所以不适应的这些人呢，这次也可以尝试看看 AirPods 4。然后这次的音质有改善，然后像是个人化空间音频的功能，然后上面呢也有新增之前 AirPods Pro 第2代有的一些功能，像是滑动手势啊，或是压力感应，还有就是这次也更新到了 USB-C 的这个充电孔哦。那这次的这个主动式降噪呢，它就是可以减少环境音，让你在听乐的时候不需要开那么大声。像是飞机引擎啊，或是城市交通声音都可以被隔离掉。然后另外呢，里面竟然还有通透模式就它其实就已经是半开放的状态了，它竟然还有通透模式。然后另外呢，它也有对话感知的功能，就是你跟别人讲话，或是别人跟你讲话的话，它都会自己把音量降低。然后充电盒的部分也跟进 AirPods Pro， 它里面是有加扬声器的，所以你要找它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发出声音。那在售价的部分呢 ，AirPods 4有2个价格，如果你要主动式降噪的话，会是5990，那没有主动式降噪的话是4490元。我个人是一定会买主动式降噪这一款的，我非常好奇里面的这些功能，就是主动式降噪听起来会是怎么样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这次 AirPods Max 它只有推出新颜色，就是它是完全没有改款的，然后只有推出新色这样子。那几个新色也都蛮好看的，只是就想说没有新功能，好像就没有那个欲望去购买。那再来我们讲到 Apple Watch 10的部分，这次呢主要就是它的萤幕变大，然后厚度变薄，然后有一些新的材质啊，然后新的颜色这样子。那这一次它的外壳是使用抛光铝合金，然后有3个颜色，分别是银色、黑色，然后玫瑰金。那它的厚度变薄了10%，然后萤幕也变大了10%。那在新功能部分呢，这次就是开始支援快充，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然后现在也开始支援潜水的功能，就是可以侦测潜水水深啊之类的。那续航的部分呢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可能之前1天1充，那现在也是1天1充这样。那这次呢也新增了非常多好看的表带，像他们跟爱马仕的联名啊，或者是钛合金的这个米兰表带。那在售价的部分呢，这次有2款不同的材质。那铝金属的话是13500，那钛金属的话是23900元。那在 Apple Watch Ultra 的部分呢，这次是没有改款的，只有新增一个黑色。那这个黑色其实非常帅，但是就是蛮可惜，它其实就只有新增一个新色，然后里面功能都跟之前一样。
所以不知道大家整体看完有没有心动呢？或者是你觉得很无感？欢迎大家下方一起留言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快速的讲解这个 iPhone 16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